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的人不是沒時間，而是什麼都擠在一起啊？工作群組半夜還在響，吃飯滑手機，陪孩子還想着客戶，放假回主管訊息，聚會時想股票，禱告時想晚餐要吃什麼。人生就像行李箱塞到爆，最後不是裝更多，而是拉鏈直接爆開。如果人生也有空間規劃，會不會比較不亂呢？今天以西結書45章1到8節，看起來超不像熱門經文，一堆土地，一堆尺寸，一堆分配。很多人讀到這裡，靈修速度瞬間變成5倍速，心裡想：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但這些公尺、公頃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？等等，別急着跳過，因為神今天不是在教測量學，而是在回答一個現代人最頭痛的問題：人生到底該怎麼排序？以西結看見未來的新土地，神第一件事不是叫大家搶地，而是先把土地分出來，哪一塊屬神，哪一塊給祭司，哪一塊給百姓，哪一塊給領袖。很奇怪吧？不是先蓋豪宅，也不是先規劃商場，而是先決定神的位置在哪裡。然後呢，我們今天剛好完全反過來，先排工作，再排聚餐，再排旅游，再排健身，再排追劇。如果還有空，再看看神有沒有空檔可以插進去。很多人的信仰就像手機充電，剩1%才開始找插座。平常呢，主啊，我先忙，結果人生越忙越亂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順序錯了。神為什麼一開始就把聖地分出來呢？因為他知道一個沒有中心的人生，再努力都會失衡。就像披薩，起司、香腸、海鮮、牛肉全部加滿，可是如果沒有餅皮呢？你吃的是一團食材，不是披薩哦。人生也是，收入、家庭、夢想、興趣都很好啦，可是沒有神當中心，一切慢慢就散掉。然後呢，神還特別規定，領袖不能一直稱讚百姓土地。這句話放今天超有意思哦。很多老闆把公司當自己的，很多主管把部屬當工具人，有些父母把孩子當人生第二輪，有些人把朋友當免費客服，甚至有人把教會當自己表演的舞台。神說不可以，權力不是讓你多拿，而是讓你多付出。真正好的領袖不是站最高，而是最願意成全別人。世界常說坐上去，神卻說服侍下去，是不是完全顛倒呢？我們一直以為擁有越多越成功，神卻一直提醒你怎麼使用你所擁有的才是真正的成功。想想看，如果公司主管只想到自己，公司很快出問題；如果爸爸媽媽只想到自己，家庭開始冷淡；如果教會領袖只在乎自己的舞台，信仰就慢慢失去生命。所以神重新劃界限，不是限制，而是保護哦。就像高速公路護欄，有人抱怨怎麼不能亂開，可是沒有護欄，你可能早就衝下山谷。神設立界限也是如此，不是要減少自由，而是要保護真正的自由。接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，整段經文一直在談土地，可是真正被整理的不只是土地，而是人的心。因為人最大的問題不是房子太小，而是慾望太大。今天很多人不是沒有朋友，而是永遠覺得不夠。手機買新的，半年又想換；車子剛簽，開始看下一台；升職了，又羨慕別人的薪水；社群滑越久，
幸福感越少。因為比較是沒有終點的跑步機，神卻提醒百姓，先把屬神的位置留好，剩下的神自然會帶領。這不是叫我們不努力，而是不要努力到忘記為什麼努力。真正蒙福的人生，不是把神塞進行程，而是讓神安排整個行程。不是成功之後才敬拜神啊，而是敬拜神之後，成功才不會變成驕傲。所以今天真正要被重新分區的，不是以色列土地，而是我們的生活。工作有工作的位置，家庭有家庭的位置，金錢有金錢的位置，娛樂有娛樂的位置。而神永遠不是備用方案，而是人生的中心。當中心正確，其餘的位置才能真正安穩。所以以西結45章看起來是在畫地，其實是在畫人生。不是告訴你土地怎麼分，而是提醒你心裡的位置決定生命的秩序，生命的秩序決定人生的方向。金句：當神坐在生命的中心，事情不一定立刻變少，但混亂一定開始變少。真正蒙福的人生，不是擁有最多，而是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給神。